3艾阿特拉斯還有10天到達近日點。這期視頻我就科學的來帶大家了解一下，它經過近日點後會發生哪些變化。10月29日，星際訪客3艾阿特拉斯將抵達它與太陽距離最近的時刻，也就是所謂的近日點。此時它距離太陽大約只有 1.36 個天文單位，也就是大約2億多公里。但此時它剛好在太陽的另一側，地球上的望遠鏡完全觀測不到它。但即便此時看不見，並不會影響後續的觀測，因為近日點通常是彗星命運的分水嶺。普通的太陽系彗星在經過近日點時，往往會經歷一次活躍爆發，它的亮度會迅速暴漲，出現極其明顯的尾巴和噴流。但3艾阿特拉斯不同，它不是太陽系的原住民，而是一顆星際彗星，它的結構、密度、化學組成都可能與本地彗星截然不同。此前，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的光譜數據已經揭示了3艾阿特拉斯的奇異化學結構。它的二氧化碳與水的比例極高，達到了驚人的8:1，這與太陽系內常見的水冰彗星並不相同。當主要揮發物不是水，而是二氧化碳時，彗星的行為會顯著不同。二氧化碳在較低溫度下就能升華，意味着彗星會在遠離太陽處就開始提前活動，且噴發更容易以強烈、方向性明顯的噴流形式出現。這在之前雙子座南天文台望遠鏡和韋伯望遠鏡所拍攝到的高清分辨率圖像中就可以看出。因此，由於不同的化學成分，導致3艾阿特拉斯在經過近日點後會有3種可能的變化：一、幸存並增量。如果3艾阿特拉斯的結構比預期更加堅固，核心被岩石或金屬包裹，那它就能挺過近日點的考驗。當它的表面被加熱到数百度時，內部凍結的氣體開始噴射出來，形成噴流狀的活躍區域。這些噴流將拋出塵埃，反射更多陽光，使得它的亮度突然上升數倍。我們在地球上能看到的，將是一顆重新出現的新星。當它11月上旬從太陽背面出來後，它的亮度可能達到8等至10等星。各大天文望遠鏡就能看到它帶着柔光的尾巴再次歸來。如果它能幸存，科學家就可以在近日點前後對比光譜变化，觀測到外星冰如何在高溫下反應。這對理解星際天體的化學演化有着革命意義。2、部分崩裂或碎片化。這是天文學家們認為最可能的結局。如果它內部結構鬆散，太陽加熱可能導致表面爆裂。碎裂會使彗星突然變亮幾天，然後迅速暗淡。這種現象在 C2019Y4 阿特拉斯彗星上就曾發生過。碎裂後的碎塊沿着軌道散開，形成塵埃帶或短暫的光暈。天文學家可以通過光度曲線和塵埃結構判斷碎裂過程，甚至有望觀測到它的碎片重新排列，像一條散開的星際塵帶。3、完全解體。這是最極端的一種結果。當太陽輻射強度超過彗星結構的承受力，其核心可能被氣化、崩碎，只留下微弱的塵埃帶和氣體雲。那麼近日點過後，我們將什麼都看不到，人類将再也觀測不到3艾阿特拉斯發出的任何光芒。那麼既然近日點對於一顆彗星的觀測這麼重要，我們還有沒有什麼辦法觀測到這顆星際彗星呢？你別說，還真有。NASA 的 SOHO 太陽探測器能在強烈的日冕背景中捕捉掠日彗星。C2025R2 Swan 就是在經過近日點時被 SOHO 太陽探測器發現的。此外 ，ESA 的太陽軌道探測器也可能拍到3艾阿特拉斯最接近太陽的瞬間。如果它沒有解體，那麼它的亮度會明顯上升。哈勃、韋伯等各大望遠鏡都會對準它，這也是人類最後一次可以清晰觀測它的時機。到了12月後，它的亮度會逐漸下降，並且開始遠離內太陽系，在未來的幾十年逐漸淡出我們的望遠鏡視野，最終重返星際空間，成為宇宙中再也難以追蹤的一粒微光。